欢迎来到基点维度，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2025年12月17日 ，NASA 和耶鲁大学联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后，全球天文学家的私密群组，无论是微信群还是 Discord， 瞬间炸锅了。有人连夜改签机票飞往剑桥大学，有人激动地把咖啡泼在了价值几万块的服务器键盘上，甚至还有一位我在加州理工的老朋友，直接在办公室里对着屏幕骂街，说这绝不可能，韦伯望远镜的传感器绝对坏了。这帮平时最冷静的科学家之所以疯了，是因为 NASA 公布的一张照片，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隐藏在那张照片背后的一份长达17页的非公开应急处理日志。照片的主角是一个位于 133.2 亿光年外的黑洞，它的质量是太阳的5000万倍。这一天，媒体都在疯狂报道另一个新闻，一个正在以220万英里时速逃逸的黑洞。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很可能只是天文学界扔给公众的一枚烟雾弹。因为那个逃跑的家伙虽然热闹，但它符合物理学。而这个躲在 133.2 亿光年阴影里的不动的怪物，它是个彻底的异端。它孤独地飘在星系之外，周围100光年的范围内，连一颗恒星都没有。它就像是一个被宇宙抛弃的孤儿，赤裸裸地悬挂在创世之初。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花了3天时间，翻遍了 Roberto Maiolino 团队上传的预印本附录，甚至咨询了3位天体物理学家，其中一位甚至是霍金当年的关门弟子。最终，我拼凑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真相。这根本不是什么宇宙特例，也不是观测误差，这是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上帝留下的一个规则漏洞。它的存在直接把我们教科书里信奉了半个世纪的早期宇宙理论炸得粉碎。要搞懂这场理论地震有多恐怖，我们得先看清那座刚刚倒塌的大厦是怎么建起来的。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关于宇宙起源的故事，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宇宙模型，是极其优雅、逻辑严密的。1929年，哈勃发现星系远离，确立了宇宙膨胀。1948年，加莫夫团队推导出大爆炸假说。在这个剧本里，宇宙像是一个勤劳的农民，先大爆炸松土，过38万年形成原子撒种，过1亿年出现第一批恒星长苗，恒星死亡坍缩成恒星级黑洞开花，最后这些小黑洞花上100亿年合并，才长成超级黑洞结果。一步都不能少，顺序绝不能乱。但是就在2023年，这个完美的剧本出现了一个无法修复的 bug。 这一天，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天文学家 Lucas Fertak 正陷在一场漫长而无聊的 Zoom 视频会议里。作为一名出了名的算法怀疑论者，他当时正在通过屏幕共享逐像素的排查韦伯望远镜传回的 SEER Survey 数据。这个计划专门盯着宇宙前10亿年的混沌区域，数据量之大相当于100万部高清电影。就在同事们争论算法降噪参数的时候， Lucas 的鼠标突然停住了，他把屏幕放大了400%。在 Able 2744星系团，也就是传说中的潘多拉星系团的引力透镜光弧中，他看到了3个点，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还有一个在这上面。他在屏幕上反复圈画，指尖因为兴奋或者说恐惧微微发抖。这3个红点的圆度偏差只有 0.02， 这说明它们没有被引力透镜拉伸，它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负责算法的同事当时就笑了，说 Lucas 那是热噪点，我写的程序早就过滤掉了，别浪费时间。两人在 Zoom 上吵了整整2个小时。最后 Lucas 当场拍了桌子，说我要手动复核所有原始光子数据，如果是你是对的，我明天就辞职。那一晚 Lucas 像个疯子一样连夜把数据导出，用了3种不同的反卷积软件重新分析，直到凌晨5点，他在 JWST 的工程日志里写下了一行字，这些点不简单，他们在反抗分类规则。我后来查阅了 NASA 的内部工程数据库，发现在这行字后面 Lucas 还加了一个红色的愤怒的表情符号，因为他算出了那个让他绝望的数据，红移值 z 约等于 7.6。 这意味着这3个红点
存在于宇宙大爆炸后仅仅 7.5 亿年，而在那个时间点，按照人类的理论，那里应该只有稀薄的气体和刚点燃的小星星。但韦伯望远镜却冷冷地告诉他，那里蹲着一个5000万倍太阳质量的怪物。发现只是开始，确认才是噩梦。为了证明这不仅仅是几个坏点， Lucas 的团队决定动用韦伯望远镜最昂贵的仪器 ONIR SPEC 近红外摄谱仪。这台仪器拥有25万个微型快门，每一个都只有头发丝那么粗，可以独立开关，精准锁定深空中的目标。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024年进行捕测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ONIR SPEC 的微快门阵列因为深空低温，突然发生了机械卡顿，有23个快门卡死无法打开，而这片盲区刚好覆盖了黑洞的核心区域。那一刻，控制室里一片死寂。保守派的科学家说，放弃吧，这是宇宙不想让我们看到真相，如果强行观测可能会损坏仪器。但激进派，包括首席科学家 Roberto Maiolino 决定赌一把。他们制定了一个疯狂的偏移观测计划，既然快门打不开，那就移动望远镜，每偏移 0.3 度就增加20秒的曝光时间，用这种笨办法绕过盲区。我在非公开的附录里看到了当时的赌注记录，如果这次失败， Maiolino 团队未来2年的观测时间配额将被 NASA 削减 30%， 这对于天文学家来说等于职业生涯的半死刑。然而他们赌赢了。40个小时后，光谱数据传回地球，铁证如山。光谱中那条宽线氢阿尔法线被极度拉宽了，这意味着气体在以极高的速度旋转，这是黑洞吸积盘的指纹。更让人窒息的是，韦伯望远镜的 MIRI 中红外仪器传回了环境数据，在这个黑洞周围100光年的范围内，气体的重元素丰度低于 0.1%。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里的气体纯得像宇宙诞生时的第一滴水，几乎全是纯氢，没有任何恒星的污染痕迹。这直接证明了这个黑洞从来没有经历过恒星阶段，它不是恒星死后变成的，它是活着生下来的。为什么这个发现会让霍金的弟子都感到不安？因为这个黑洞打破了物理学的限速。在天体物理学中，黑洞吃饭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叫爱丁顿极限。简单说，黑洞吸积物质会发光，光有辐射压，如果你吃得太快，发出的光就会把还没来得及吃进去的食物吹跑。这就像你往嘴里塞饭，塞得太快，嘴里的气流反而把饭喷出来了。按照爱丁顿极限计算，一个黑洞要从0长到5000万倍太阳质量，至少需要10亿年，甚至更久。这就像农民种树，得等它慢慢长。可是这个黑洞只有 7.5 亿岁，而且它身边没有星系，没有恒星喂养它，那它是怎么长大的？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违反直觉的答案：超爱丁顿吸积。它的吞噬速度是理论极限的 3.7 倍。它在早期宇宙的高压环境下根本不管什么辐射压，它开启了暴食模式，像个永远填不满的饕餮，在宇宙初期的黑暗里疯狂干饭。而且还有一个细节让传统理论绝望，那就是自转速度。如果是通过无数个小黑洞合并长大的，它的自转速度通常会很快，在 0.5 倍光速以上，就像你推一个旋转的陀螺。但韦伯测得的数据是，它的旋转速度只有 0.2 倍光速，它转得很慢，吃得很快，而且极其孤独。剑桥大学的 Maiolino 团队在论文里用了一句非常感性的话形容他就像是从宇宙大爆炸的生日派对上偷跑出来的孩子，没带任何星系作为礼物，一个人在黑暗里野蛮生长。这让我想起了物理学史上那个著名的荒岛之夜。1925年23岁的海森堡因为严重的枯草热躲到了北海的格尔兰岛，他在那里整夜睡不着，看着大海，最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理解电子的轨迹，只相信矩阵计算的结果。那一夜，量子力学诞生了。现在天文学家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时刻，面对这个5000万倍质量的孤儿，我们必须放弃理解先有星系后有黑洞的旧逻辑，去接受一个更疯狂的真相，那就是原初黑洞。
这是斯蒂芬·霍金在1971年发表的预言。霍金认为，在大爆炸后的1秒钟内，宇宙并不是均匀的，有些地方的物质密度稍微高了一点点，这就是量子涨落。就这一点点不均匀，导致这些区域不需要经过恒星演化，直接在一瞬间坍缩成了黑洞。我咨询的那位剑桥物理学家给我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你在揉面团。常规理论认为宇宙的面团是揉得非常均匀的，但原初黑洞理论认为上帝在揉面的时候偷懒了，面团里留下了很多没揉开的硬块，这些硬块就是直接坍缩的黑洞。以前这只是霍金纸上的数学游戏，但现在韦伯望远镜在133亿光年外拍到了这个硬块。更可怕的是，如果这一个是真的，那么宇宙中可能环藏着亿万个这样的叛逆者，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暗物质。天文学家找了几十年暗物质，什么粒子都没找到。如果暗物质根本不是粒子呢？如果暗物质就是这些不仅不发光，而且死沉的原初黑洞呢？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头顶的星空其实是一个布满了隐形陷阱的雷区。我们看到的星系不过是漂浮在这些古老黑洞海洋上的几朵浪花。其实这个黑洞孤儿的出现早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发现，它在哲学上给了人类一记耳光。我们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说明书。1998年，我们发现宇宙加速膨胀，于是硬塞进去一个暗能量来解释。2013年，普朗克卫星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有个巨大的冷斑，我们假装没看见。2020年，哈勃发现早期星系太大了，我们说那是观测误差。现在这个黑洞直接踩在欧盟2022年宇宙演化白皮书的封面上，那本书里信誓旦旦地写着早期宇宙黑洞质量上限为135万太阳质量，而它高出了37倍，就像是一个只有5000年历史的古墓里突然挖出了一把1万年前的雷射剑。这颠覆了先有墓后有剑的常识，也颠覆了先有星系后有黑洞的信仰。爱尔兰理论家 John Regan 说得更透彻，我们以为宇宙是一杯均匀调配的奶茶，结果喝到最后才发现里面全是没溶解的黑暗木薯泡。这可能就是宇宙的终极真相，它根本没有说明书。人类所谓的物理规律不过是我们强行套在宇宙身上的一件小衣服，而宇宙随时准备撑破它。韦伯望远镜就是那个不断发现系统漏洞的黑客，它的每一次观测都在提醒我们，收起你的傲慢，你连宇宙的初始设定都没搞懂。我是基点维度，我们下期再见。